博在这些广告照中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好像比以前真实、自然，个性更突出。这种感觉并非偶然，而是形象战略的细致进化。长期以来，他的形象有一种被标准化偶像脸谱化的倾向，眉眼清秀，鼻梁高挺，肤色光滑，几乎没有过多瑕疵或特色可言。在粉丝眼中，这本来也可以是优点，但在广告摄影里，过度的美化有时会导致视觉隔阂，观众觉得那些画面漂亮，但和现实有距离，不容易产生共情。近年的广告照突然对劲，正是因为这种偶像感被刻意弱化，而真实感被加强。首先，王一博的面部表情更多样化，不再只是酷帅或温柔，而是带有思考，微笑中夹杂忧虑，目光中带有故事感，甚至略带疲惫感。这种稍微的瑕疵反而能引发观众的好奇与共鸣。为什么他看起来有点累？他看向远方想什么？这种未说尽的话语，比极度完美的标准笑容更让人记住。其次是皮肤质感与脸部阴影的还原。这些照片中，皮肤可能仍旧光亮，但不再是厚重磨皮过滤后的那种人工感。有些肌肤上微小的毛孔、自然的斑点，甚至细微的瑕疵，在光影中若隐若现，让人觉得它就站在你面前。这种弱化干净无痕的处理，使人物不再像雕塑品，而像真实有血有肉的人。观众看到他，就像看到自己或身边的人，也更容易连接。再者，个性特征被凸显，可能是眉宇间的线条变宽一点，嘴角线条有更强的情绪表达，脸型在不同角度下有点棱有点圆，有层次，甚至他的一些标志性细节，比如发梢、耳朵轮廓、颈部线条被刻意用光线或构图强调。这些细节让整体形象从标准模板偶像升级为有人格、有故事的艺术形象。总之，王一博的形象进化是一个由外而内、由模糊到清晰的过程。粉丝与潜在观众不再只看到一个完美的脸，而看到一个活生生的、有思考的、有性格的个体。这种真实与个性并重的策略，是这些广告照看起来突然对劲的关键一环。要认为一张广告照看起来对劲，很多时候是因为整体视觉语言一致且有冲击力，而这与摄影风格与后期调色密切相关。对于王一博最近这些广告照，可从以下几个层面来分析这个突破与统一。传统偶像广告照往往强调静态摆拍，脸对镜头，身体硬挺，笑容标准。而近年来，摄影师更多选择捕捉瞬间，不论是王一博眺望远方、低头思索、漫步街头的动态感，都给人一种故事进行时的错觉。多一个动作，多一个情绪，就多一分生命力。摄影师可能让他做一些非标准动作，手扶墙壁，头发被风吹起，身体稍微背对镜头，让光影自然落下。这些元素让画面不再是模板，而是场景，有温度，有流动。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些广告照的色调趋于统一，但又不雷同，色温通常偏暖或中性，色彩对比温和，不刻意追求强烈饱和，也不显得灰蒙蒙。肤色被保留自然白皙或微微带点暖色调，服装与背景的颜色不会抢眼过多，而是协调平衡，例如驼色、米白、暗绿、烟灰、藏蓝这些比较耐看的颜色，或者环境光中带有一点暮色光、日暮光，符合自然光黄金时刻那种柔软与情绪的感觉。后期磨皮减少，皮肤细节保留，高光与阴影处理更自然，有层次感但不刻意强化。摄影师与调色师似乎在追求一种无痕美，让观众看不出明显加工痕迹，却觉得画面很专业，很舒服。这是一种伪装成自然的精致，是高水平的视觉艺术。诸如背景布景、道具、服材质、饰品光泽、发质、眉毛效果等，都在最近的广告照中被精心控制，从材质纹理到金属反光，从服装面料到柔软毛衣的线头，都有质感。镜头中常常保留材质的触感，让观众仿佛能触碰到布料的纹路，感受到发丝的飘动。这种对材质的强调，视觉质感与真实感共同作用，让整组照片风格一致，即使是不同品牌、
不同主题，但由他主演或代言的照片，会有一个王一博风格的识别度。调色不仅仅是漂亮，更多的是在情绪上带来暗示。暖色调带来温暖、回忆与亲近，偏冷或中性调带来沉稳、冷静，甚至距离感。王一博最近的广告多数落在暖中带些中性、不冷不艳的调上，这给人的情绪是柔和却有态度，不张扬却显存在。这种调色、颜色加光影与情感结合的方式，让人看了第一眼就感觉对劲，因为它符合现代美学趋势，真实不刻意，情绪有层次，风格好辨识。综上，摄影风格与后期调色这两方面的突破与统一，是让王一博近期广告照看起来很对劲的重要视觉基础。摄影与调色打造出的骨架要强，而造型、发型与妆容则是这骨架上的肌肉与皮肤，如果处理得当，就能让整体活起来、动起来。王一博近期广告在这方面有很多非常细节的微调，使得照片整体和谐却又新鲜。他所穿的衣服不再全部是高调标志性的设计，也不是完全平凡的普通款，而是介于二者之间，设计感强但不会喧宾夺主，款式简洁但有细节之处。比如立领、马甲、针织外套、宽松西装下摆，或者夹克与衬衫的组合，都是既能彰显身材线条又不抢脸的设计。材质方面更讲究自然与质感，棉麻混纺、细羊毛、丝绒、磨砂皮革等，光泽不极端，质地的凹凸与纹理被保留。颜色通常偏中性彩度，像牙白、墨黑、卡其、深灰、藏蓝这些颜色让人感觉稳重且舒适，同时比过分鲜艳容易带来审美疲劳。搭配上注重层次感，例如衣服里浅色内搭，外面深色外套，或者纹理混搭，比如毛衣纹加光滑外套，淡色差不大，配饰少但精，比如一条独特纹理的围巾，一对简约金属耳环，或者一只设计线条独特的手表，这些细节点缀提升整体品味。王一博的发型在不久前可能偏向完美定型，头发一丝不乱，线条硬朗。但新照中，他的头发常常带有一点随性，发梢稍微散开，背风轻撩，或者发型本身有些凌乱的纹理感，打薄的层次。这些看似不规则的元素，反而使它看起来更加自然、亲近。眉毛、眼线、睫毛等妆容也做微调，不追求极端深浓，而是略深于自然，自然提升眼神深度与表情张力。唇色多为接近本色或带点调性的暖色系，避免那种非常人造、强对比的妆容。肤质妆效也偏光滑，但可见毛孔柔焦但不过度模糊。这点与前面形象进化与摄影风格有交叉，但着重在皮肤的处理，少用重粉底，多用轻薄底妆或者自然光感妆效，强调高光在脸部亮点如眉骨、颧骨、鼻梁柔和的反射光，但阴影处不失自然深度，面部轮廓通过轻微修饰，而非强烈修容区块。这种明暗对比适中，但不过度，皮肤有光泽、有质感，但看不到强烈 P 图的方向，是让观众相信看得见这个人的重要因素。最后一点，造型与品牌和广告场景匹配度提高。王一博拍的广告多是生活方式类、时尚类，甚至带有情绪感或故事感的广告，而非纯粹卖商品的照商品比人还重的那种。造型师与品牌方在设计阶段会考虑场景感，他穿这件衣服是在什么场景？背景是夜晚都市，还是室内高雅空间，还是户外自然光下？造型、发型、妆容未必极端亮眼，但与场景共鸣，符合广告要传递的情绪与气质。这样整体画面就不会生硬，而是有机融合。归结起来，造型设计的微调，包括服装、发型、妆容3个方面，都在走向自然、质感、情绪的方向，这使得王一博新广告照看起来既专业又贴近人心，因而对劲。摄影是光与影的游戏，角度是情绪与塑造的关键，而摄影团队的整体协作决定最终照片是否能在第一眼就击中观众的心。王一博最近一系列广告照中，在这方面的提升尤为显著。
自然光，尤其是所谓的黄金时刻，一边脸不亮，一边有轻微阴影，那种光与影交错的效果让人觉得细节很丰富。